最近美国一直在世界各地搞事情，但是到头来自己家里出事儿了，而这些事情都在向世人宣告，美国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。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第一件事儿就是美国国内的供应链出现了问题。此前，美国的肯德基就传出无机可炸的境地，而且根据美国公布的最新消息显示，美国到现在都还没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。就在美国供应链持续紧张的时候，美国从国外进口的大宗商品还被堵在港口出不来。据外媒报道，困在美国洛杉矶港、长滩港的巨型货轮已经从73艘快速上升到了113艘，几天的时间就多了40多艘，未来这个数字可能还会继续增加。就在这样的大量船只挤在港口的时候，美国工人却选择不加班，所以这样的情况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。因为供应链出现了问题，美国许多的大型超市已经对民众实行了限购。就在美国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中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。一直以来，中国都是世界各国供应链上的重要国家，为世界各国提供各种商品。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中国逐渐意识到，这样一直待在供应链的底层是不行的，要想赚钱还得站在最上面，并且中国国内竞争也是相当的大，陷入到内卷的境地。为了竞争，凸显价格优势，不断的压低价格，最后肉都被站在上面的西方国家吃了，我们只能喝点汤。最近中国多地限电，就是为了达到避免内卷、实现产业升级的目的，也是在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宣告中国拒绝被薅羊毛。第二件事儿就是美国国会以48-50的投票比例否决了美国政府暂停或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法案，这是让拜登万万没想到的事情。毕竟该方案通过的话，对于美国也是有好处的。但是美国因为党争，美国的共和党领导人对于这件事情持反对意见，所以这项能够帮助美国政府的法案没能通过，拜登的希望破灭了。此前，美国的多位高层就多次发出警告，美国经济很快就会出现问题，需要更多的资金注入。现在这件事一出，对于美国的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，威胁全球市场的稳定。眼下即将就要到美国政府资金到期的日子了，由于美国国会没能同意该法案的通过，美国联邦政府就没钱可用，在10月中旬后或将无法进行债务偿还和相应的运营费用，届时美国白宫将被迫关门，相应的美国的人民也会受到严重影响。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，美国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。但是这能怪谁呢？还不是自己造成的，自己大肆印钱，不想发展本国的生产，企图让世界为美国买单。只能说，现在这种美国出事儿，世界为之买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最近，美英澳组建了新的三边安全联盟 AUKUS， 其中最受争议的还是美英帮助澳大利亚建核潜艇这件事。关于美英大搞核扩散，引起国际社会舆论争议，这将可能会让多地局势乱套。美英如此明目张胆向无核国家提供核技术，然而本该站出来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却不吭声了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，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卡奇姆·加里巴巴迪表示， IAEA 应该保持在期限内监管澳大利亚潜艇使用核燃料，在这方面不接受任何借口。然而迄今 IAEA 只是代表性表示已经与美英澳交涉和沟通，而该机构对伊朗、半岛等核问题可不是这样的态度，怎么还有两副面孔呢？加里巴巴迪还控诉一些国家向伊朗施压，要求停止风度高达60%的铀浓缩活动，还宣称这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和平的目的。但同样的，他们却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，这些核潜艇使用铀浓缩风度超过90%。伊朗的民用核能被他们说成破坏和平，而他们制造的军事核潜艇却说成维护和平。这种双标既讽刺又虚伪，规则是美国制定的，却只要求别人去遵守，而所谓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究竟是维护国际利益还是美国利益？一些国家、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保持沉默。假以时日，伊朗、土耳其、沙特、日本等国也发展核技术的时候，哪里还有立场阻止？美国和英国开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，潘多拉魔盒一打开都乱套了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对一些本就想发展核技术的中等军事强国而言，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。既然美国开了这个头，他们也可以名正言顺发展核技术。
如果伊朗能借此发展核技术，对以色列而言将是大危机。伊朗正逐步突破浓缩铀存量上限。近日，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表示，伊朗可能未来2-3个月便能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。以色列曾多次指责伊朗即将拥有核武器，借此频繁警告已经做好了军事打击准备。就在前不久，以色列参谋长就宣布，以色列制定了多重行动预案，用于攻击伊朗。而伊朗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也透露，以色列对伊朗全面战争可能性大幅增加，甚至包括使用核武器打击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。同时，以色列空军参谋长还访问了美国，以争取获得五角大楼的援助。总言之，美国还真是几乎所有混乱的源头。近期来，美国看到中国的实力迅速崛起以后，就开始对中国进行无端的干扰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中国的发展威胁到了自己的霸权地位，如果不阻止中国的发展，必定会对美国在今后霸权的滥用产生影响。而在这样的背景以下，一些美国的马前卒也按耐不住自己的野心，开始跟随美国的脚步，一同将矛头指向了中国，其中日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日本对我国的针对还是不少的，他们以为有了美国撑腰，就可以跟在背后吆五喝六，但殊不知，其实自己早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颗棋子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一向在中美局势中持中立态度的韩国，却有了新的动静。据相关消息报道称，近日韩国外长郑义溶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会面，双方就地区安全共同探讨，表示在今后的发展中会加强合作。不过让人感到吃惊的是，郑义溶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以后，被主持人扎卡里亚故意推荐反对我国的国家集团时，他立马进行了反驳。他表示，这样的思维并不适合当前的发展模式。韩美同盟是韩国的外交主要支撑，但中国同时也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，而且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。中国积极地向社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，包括韩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应该听取中方的意见，同时希望中美的关系能够更加稳定。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，韩国明知日本向来都是中国的敌人，却还要跟日本进行合作探讨地区安全问题，这对我国来说好像看上去不怎么礼貌，但同时却站在了中国的身后，驳斥美国的观点，认为中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见很正常，替我们说话，这乍一看似乎有点不能理解，但详细分析一下，其实也不难。与其说韩国是在替中国说话，倒不如是在替自己的利益着想。韩国不想损害任何一个对他们有利益国家的利益。韩日因为二战出现的问题，所以一直都保持僵局。如今双方会面探讨地区安全问题，或许是想化解这样的局面。而对于美国，作为同盟的韩国也一直都不敢有太大反应。其次，在美国抹黑中国形象时，韩国主动驳斥，是因为他们明白，如今中国作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，对韩国来说有多大的利益可循。所以说，所谓事出无常必有妖，韩国或许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罢了。一直以来，欧洲局势都处于剑拔弩张的态势。在美国的领导下，北约不断在同俄罗斯针锋相对，无论是北约还是俄罗斯，其实力都不容小觑。因此，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，一些小冲突演变成战争的风险就更高。我们知道，现如今的北约集团，除了美国军事实力强一点之外，其余成员国根本无法同俄罗斯相抗衡。但是偏偏有那么几个国家想借着挑衅俄罗斯讨美国欢心，英国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。在世界的认知中，英国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的忠实盟友。日前，英国再次做出一个效忠美国的举动。据消息介绍称，在北约军演期间，英国最新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海上遭到了俄罗斯军舰的跟踪监视。不过这还不算严重，在两国军舰海上对峙期间，一度传出发生冲突的消息。在北约同俄罗斯紧张对峙的时刻，外界完全有理由相信，任何一场微小的海上冲突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海上大战。更何况，英俄之间并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。早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，英国军舰就擅自闯入俄罗斯领海，在口头警告驱离无效之后，俄罗斯直接用导弹警告。谁都知道，军舰闯入一国领海有多么严重，即等于英国直接向世界宣告不尊重俄罗斯的领土主权。这样的行为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。更何况，英国军舰挑衅的对象是有着战斗民族称号的俄罗斯，因此俄罗斯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所以说，在经历上次事件之后，俄罗斯对于英国挑衅的行为已经没有多少容忍度了。因此，尽管报道并未给出这次海上对峙的详细信息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俄罗斯军舰这次的回击必定是十分强硬的。随后，英国方面的反应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一切。据悉，在对峙之后，英国官方在推特上公开批评称，俄舰的举动可能构成威胁，英国海军展开了针对性监视。
不过，这一推特刚发布没多久，就被官方以错误发布的理由删除了。这也直接说明了，在这一次海上对峙中，英国必定是吃瘪了，妄图通过社交媒体来挽回一点颜面，撒气，但是发了又删，说明他们面对强硬的俄罗斯，有计不敢撒。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英国之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，即为了追随美国的步伐，先后得罪了中俄2个重量级大国。一旦中俄联手回击，那么英国将会吃不了兜着走，连美国也帮不了他。